他是从极寒之地诞生的天才球员，从出生开始，他就在篮球世界中过着宛如加速一般的人生。库珀·弗拉格为什么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缅因之子，甚至是美国之子？或许你会在这个视频中寻找到答案。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大家好， it's Cooper Flag. Telfair and I teamed up to tell my story. Let's dive into the real, inspiring, and fun basketball culture. Don't forget to like and comment. Hey, Cooper, this is my slogan. Can I just call you Cooper? 美国的缅因州是一个极寒之地，不论是气候还是篮球，在 NBA 超过70年的历史上，没有一支位于缅因的球队，而来自缅因的球员也屈指可数。在 NBA 所有的选秀中，只有3名来自缅因的球员被选中，没有1人入选全明星。上一个被选中的缅因球员还是在40余年前，在1984年选秀中被新泽西篮网选中的 Jeff Turner。现役球员邓肯·罗宾逊出生在缅因，但是他也并没有在这里长大。而对于大学篮球来说，整个缅因只有一所 NCAA D1 大学——缅因大学。缅因大学的男篮从来都没有打进过疯狂3月，而女篮也仅仅取得过1次疯狂3月的胜利。1999年，他们曾经创造奇迹，以下课上战胜斯坦福大学。这支球队的队长叫 Kelly Bowman。在与东缅因社区大学的 Ralph Flagg 结婚之后， Kelly 的名字变成了 Kelly Bowman Flagg。然后他回到了家乡 Newport， 一个人口只有3000人左右的小镇。5年之后， Kelly 生下长子。7年之后，他生下一对双胞胎 Ace 与 Cooper。从这对双胞胎出生开始， Kelly 就希望他们能爱上篮球。他们与篮球相伴，就连他们长牙时的咬牙环都是篮球的形状。在成长的过程中， Hunter 与 Ace 逐渐喜欢上了运动，但是 Kelly 与 Ralph 很快就发现 Cooper 并不一样。他从一出生开始就爱上了篮球。18个月大的时候， Cooper 在 Tike 小篮筐上完成了人生的第1次扣篮。小学1年级，年仅7岁的 Cooper 在空中将即将出界的球点给队友，又立即冲到球场的另一端完成上篮。Kelly 无法想象这是7岁的孩子能想到并做到的动作。他知道 Cooper 需要更高级别的挑战。小学2年级的时候，弗拉格兄弟开始参加4年级的比赛。然而第一场比赛 Cooper 就得到了20多分，还拿下15个篮板。于是他们又开始与5、6年级的孩子们比赛。小学4年级，缅因州传奇球员、前波士顿大学与缅因大学球员 Andy Better 通过缅因大学主教练要到了 Kelly 的联系方式。他们决定成立一支 AAU 球队，这支球队所有的球员都来自缅因，而所有的收入都用来帮助球队孩子的成长。球队的孩子们自己决定了球队的名字 Blue Wave A-League。不久之后，他们将名字改成了 Maine United 缅因联队，而 Kelly 成为了他们的主教练。在2小时的训练时间中，他们用高中校队的紧迫感和速度，用高中生的训练项目来训练这些小球员们。如果你闭上眼睛，你会觉得这是一场高中校队训练，但是当你睁开眼睛，你会发现这仅仅是一群小学4年级孩子们的训练。对于弗拉格来说，最困难的并不是这些。从弗拉格一家位于 Newport 的房子到100英里以外的 Portland， 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为了参加 Maine United 1周2至3次的训练，有的时候弗拉格夫妇不得不开车接力。Kelly 先将车开到 Portland， 然后换在 Portland 工作的 Ralph 将孩子们送到球馆。除了吃各种零食，10岁大的弗拉格兄弟在车上消磨时间的方式是观看80年代凯尔特人队的录像。从小，母亲 Kelly 就是凯尔特人的粉丝，他鼓励自己的孩子们观看凯尔特人队比赛录像。渐渐的，在车上看录像已经成为了弗拉格兄弟的日常。在所有的比赛中，1986年的总决赛是 Cooper 的最爱。1985至86赛季，拥有6个名人堂球员的凯尔特人在常规赛取得67胜15负的战绩，并且赢得最终的总冠军。那支凯尔特人以分享球、防守为重的风格，也深深印在了 Cooper 的心中。而赢得常规赛与总决赛 MVP 的拉里伯德，也成为了 Cooper 最喜欢的球员。5年级 ，Cooper 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个丹尼安吉的小玩偶，他爱不释手，每一天他都会将这个安吉的小玩偶带到学校，放在自己课桌的一角。在 Maine United， Cooper 担任球队的后卫或侧翼，而他的双胞胎兄弟 Ace 是球队的内线。而到了6年级 ，Cooper 的身高也赶上了 Ace， 长到了接近2米。6年级的暑假，因为缺人 ，Cooper 与 Ace 被高1的哥哥 Hunter 拉到了一个高中的夏季联赛之中。然而 ，Cooper 仍然是球场上最好的球员。在 Cooper 与 Ace 的带领下 ，Maine United 很快统治了缅因。他们开始来到缅因之外参加各种 AAU 比赛。当 Maine United 第一次来到首都华盛顿 DC 参加锦标赛时，他们发现与他们相比，来自首都的小球员们看起来高大强壮，简直不像7年级的孩子。有的人甚至已经有了纹身。然而，比赛开始短短5分钟 ，Maine United 已经取得了24-2的领先 ，Cooper 彻底统治了全场。7年级的暑假 ，Maine United 开始参加 Maine Hoops 的比赛。
他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一支来自北卡的球队。赛前，这群来自北卡的对手们得意地笑着，他们显然没有将这群来自缅因的孩子当回事儿。然而比赛开场 ，Maine United 直接打出一波20-2，让对手的笑容瞬间消失。Maine United 来到佛罗里达第一次参加 Maine Hoops 的比赛时，一位高中主教练第一次注意到 Cooper， 他的名字叫做 Kevin Boyle。3年之后，他们会一起书写美国高中篮球的一段传说。这是后话了。在意识到 Cooper 的潜力之后 ，Kelly 将他推荐给了 Matt McKenzie， 前 Hudson University 大学的助理教练，这是 Cooper 的第一位私人训练师。在感受到 Cooper 的进步速度与潜力之后，7年级的暑假 ，McKenzie 教练开始安排13岁的 Cooper 与缅因大学的首发球员一起训练。缅因大学的大二后卫 Jashante Wright McLeish 是一名1.93米的后卫。在听说自己要与一名8年级的球员一起训练之后 ，Jashante 将信将疑，但看在 McKenzie 教练的面子上，他勉强答应。而 McKenzie 教练给他的要求是：别放松，狠狠打，利用身体对抗，霸凌他。他的反应速度与防守时的身体强度让 Cooper 很难做出动作。他切掉 Cooper 的运球，盖掉 Cooper 的投篮，他主动对抗，甚至玩了点脏动作。单挑结束 ，Cooper 气呼呼地走出了球馆。几天之后 ，Cooper 回来了，他看向 McKenzie 教练 ，That's never gonna happen again。这次 Jashante 已经再也不是他的对手。短短几周之后，他已经远远超过了首发球员的水平。而此时，距离他第一次与大学球员对抗只过了不到1个月。这种恐怖的进步速度让 McKenzie 教练意识到 ，Cooper 与他见过的所有球员都不同，他的潜力可能远远超出了缅因当地所有人的想象。于是，8年级的暑假 ，McKenzie 教练将 Cooper 介绍给了另一位老师，前 NBA 总冠军球员白曼巴·布莱恩·斯卡拉·布莱恩。在斯卡拉·布莱恩的面前 ，McKenzie 教练不停强调 ，Cooper 有着非常快的学习速度。但是在听完 Cooper 与缅因大学一起训练的故事之后，斯卡拉·布莱恩对 Cooper 的兴趣变成了好奇，甚至是怀疑。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Ain't no way! Bring him down here! I'll get him into the gym to play against some of the Boston's best. 于是他邀请14岁的 Cooper 去波士顿的一帮 D1 大学球员打了一场比赛。当只有初2的 Cooper 走进球场，他立刻成为了全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了所有球员想要攻击的目标。然而，就在球局的第一个回合 ，Cooper 突破到右侧停球，似乎陷入了困境。然后他先做了一个投篮假动作，接着他右手将球抛向篮板，绕过防守人，腾空而起，手肘超过篮筐，用左手将球重重砸进篮筐。通常，一个普通的好球会换来球场上所有人的惊呼。然而，14岁的 Cooper 用这个球让整个球馆一下陷入了寂静之中。这些波士顿最棒的大学生们震惊地说不出任何话，甚至发不出任何声音。这场比赛之后，斯卡拉·布莱恩给比赛增加了8秒的进攻时限，这要求球员更快做出决策，更快地摆脱防守人。比赛的节奏开始变得飞快，而球员们也开始频频失误。绝大多数球员都无法坚持3场以上。而就在所有人表现出不适应的时候 ，Cooper 在球场上破坏传球、扣篮、投进3分。他连续赢下8场比赛，他赢下所有的比赛。他在所有的对手头顶飞来飞去，而这些对手都是比他大5岁以上的 D1 大学球员。除了恐怖的决策能力与成熟，白曼巴也终于注意到了 Cooper 的学习能力。对于每一个参加自己训练的球员，斯卡拉·布莱恩都会让他们做凯里·欧文版本的乔治·麦肯训练，也有人直接将它称为 Kyrie Finishing Drill 欧文终结训练。众所周知，凯里·欧文有着强大的篮下终结能力，他可以用单脚或双脚从各种角度，通过各种方式将球旋转打板进筐。而 Kyrie Finishing Drill 这项训练也需要球员在篮筐附近的各种位置，以各种角度找到合适的打板点，投进120个球。它可以锻炼球员在真实比赛中的终结能力。一天，白曼巴带着 Cooper 也进行了这个训练。因为不熟练，第一次做这项训练的 Cooper 动作非常僵硬，他花了6分半钟才完成了训练。然而，就当斯卡拉·布莱恩准备花5至7天继续提升他的终结能力时，第2天 Cooper 只用2分17秒就完成了这个训练。篮球从 Cooper 的手上离开，击打篮板，落入篮网，甚至不会碰到篮筐，每一个球都是如此完美。在斯卡拉·布莱恩的记忆中，没人能做到这么完美。而 Cooper 攻克这项训练只花了24个小时。初中毕业，场均6次扣篮的 Cooper 已经收到人生的第一个 D1 大学 offer， 来自布莱恩特大学。与此同时，各种高中篮球强校 Prep School 纷纷给 Cooper 发来邀请，他们希望 Cooper 可以成为他们高中校队的一份子。然而，他们全部都遭到了拒绝。对于弗拉格兄弟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去处 Nokomis Regional High School， 这是他们的父母与外公曾经的学校，当然，这也是 Newport 唯一的学校。
从小开始，弗拉格兄弟都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机会，成为一名 Nokomis 勇士，并帮助他们拿到第一个州冠军。对于弗拉格家的大哥高4的 Hunter Flagg 来说，21至22赛季是他在 Nokomis 的最后一季。在 Hunter 的高3赛季 ，Nokomis 的战绩只有3胜15负，而之前的高2赛季呢，1胜17负。但是这支球队很快将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 Hunter 的2位弟弟 Ace 与 Cooper 来了，然后他们瞬间将 Nokomis 变成了全缅因最强的球队。21胜1负 ，Nokomis 轻松闯入缅因州决赛。在州决赛中，他们的对手是赛季19胜3负的 Falmouth High School。在主教练 Dave Halligan 的带领下，这已经是他们第9次闯入州决赛，而其中6次他们都以冠军告终。但是这次的州决赛会与之前完全不同。比赛一开场 ，Cooper 就在攻防两端影响着比赛。半场结束 ，Nokomis 以19比12领先。Cooper 上半场就得到14分9个篮板，这超过了 Falmouth 全队的得分。而在防守端 ，Cooper 主防对方的王牌球员 Brady Cohen， 这位缅因州年度最佳球员候选人，全场比赛仅得到6分。然后 Cooper 还能及时换防到其他人，破坏传球路线，拿下后场篮板。第3节 Ace 开始强攻篮下，连续得分。3节结束 ，Nokomis 将领先优势继续扩大。第4节开始，在弗拉格兄弟分别得分之后，双方的分差已经被拉到了15分。在弗拉格兄弟的防守下 ，Falmouth 无法得到投篮的空间。之前的比赛中，场均得到74分的 Falmouth， 在决赛中全场只得到27分。43比27 ，Nokomis 终于赢得历史上第1座州冠军，而全场砍下22分16个篮板的 Cooper 也终于实现了自己从小的梦想。整个高一赛季 ，Cooper 场均得到20.5分、10个篮板、6.2次助攻，还有3.7次抢断和3.7次盖帽。赛季结束，他被评为缅因州加德勒年度最佳球员。一般情况下，州最佳球员这个奖项仅仅属于高4的球员，而此时的 Cooper 只有高1。在斯卡拉布莱恩的引荐之下，2周之后 ，Cooper 来到新奥良参加美国 U17国家队的迷你训练营。48位来自美国各地的17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被邀请来到这里，而 Cooper 是这其中最年轻的球员。当美国队主管 Sean Ford 受到斯卡拉布莱恩的大力推荐，他将信将疑。但是经过选拔 ，Cooper 成功入选美国 U17国家队，成为整支球队最年轻的球员。在 U17 世界杯的比赛中 ，Cooper 场均9.3分、10个篮板、2.9次盖帽、2.4次抢断，入选 U17 最佳阵容。他可以出任球队的任何位置，在攻防两端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球队。他的全面表现受到了美国队主教练 Shaman White 的盛赞。对阵西班牙的决赛 ，Cooper 得到10分、17个篮板、2次助攻，还有恐怖的8次抢断、4个盖帽，帮助美国队79比67战胜西班牙，成为2022年 U17 世界杯的冠军，拿到历史上第6块金牌。而 Cooper 高达30的效率值更是遥遥领先其他所有球员，而此时他只有15岁。这次 U17 世界杯的经历帮助15岁的 Cooper 成为了更好的球员，和之前一样，与比自己年纪更大的球员一起比赛，能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比赛的节奏、阅读与理解比赛，同时也让 Cooper 荣获美国国家队年度最佳男运动员。他也是获得这个荣誉史上最年轻的球员。此时的 Cooper 已经被247体育排到2025级全美第3。在247体育的球探主管 Finkelstein 眼中，他已经是全美最成熟的4位球员之一。回到美国 ，Cooper 第一次参加了 Nike EYBL 的 Peak Jam。在高一暑假的 May Hoops 中 ，May United 仅仅输掉1场比赛。优异的表现让他们第一次获得参加 Nike EYBL 的资格，也让弗拉格兄弟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 EYBL 之旅。这让兄弟2人激动不已。经过4个赛事的比赛，7月他们成功闯入 Peak Jam， 这是对他们水平的终极挑战。从 U17 世界杯归来之后 ，Peak Jam 的首秀 Cooper 以66%的命中率砍下26分、7个篮板，外带7次盖帽。到目前为止，对于弗拉格兄弟来说，有关篮球的一切都顺风顺水。在校队的比赛中，他们横扫缅因，拿下州冠军；而在 AAU 比赛中，他们代表缅因一次次震惊来自全美的对手，直到他们遇到另一对双胞胎兄弟，来自全美最南端佛罗里达州的布泽尔兄弟，全美第24的 Caden Boozer 以及他的双胞胎哥哥2025届全美第1 Cameron Boozer。他们是前 NBA 全明星球员卡洛斯·布泽尔的儿子，而他们所带领的 Night Riders 在 Peak Jam 之中以79比36血洗了 Maine United， 也终结了 Cooper 的高一暑假，让 Cooper 的第一次 Peak Jam 之旅就此结束。对于 Cooper 来说，整个高一是充满突破的一年，也是单纯纯粹的一年。他与朋友们一起玩耍，一起赢得州冠军，成为家乡英雄。他入选美国 U17 国家队，赢得金牌。他第一次参加 Nike EYBL 与 Peak Jam。直至今日，他很感激这一年。高一暑假结束 ，Cooper 已经收到杜克、UCLA、密歇根等篮球名校的 offer， 而这一切
只是一个开始。高一的库珀·弗拉格以新生的身份统治了缅因高中篮球，每一个人，包括库珀自己，都明白缅因州已经容不下库珀，他必须转学离开。早在初中毕业，来自全国的高中都抛来了橄榄枝，这其中就包括佛罗里达的 Montverde Academy，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蒙特沃德学院。蒙特沃德男篮校队的主教练 Kevin Boyle 是21世纪10年代最伟大的高中篮球教练。来到蒙特沃德之前， Boyle 教练在新泽西担任篮球名校 St. Patrick 圣帕特里克高中的主教练。2011年 NBA 状元凯利·欧文和2012年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都曾经是他的门徒。2011年 Boyle 教练接手蒙特沃德的第一年，1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蒙特沃德就直接被 ESPN 排在了全美第12名。在他接手的前9年中，蒙特沃德赢得了6座全国冠军，名扬全美。曾经的高中新星乔尔·恩比德、丹吉罗·拉塞尔、本·西蒙斯、阿尔杰·巴雷特、凯德·坎尼安都先后转学来到这里，并从这里走出去，成功以高顺位进入 NBA。从8年级开始，蒙特沃德的教练团队就开始招募 Cooper， 但是为了弗拉格一家 No Comments 的情怀，弗拉格兄弟没有选择在高一就直接加入。2022年1月，在弗拉格兄弟拿到缅因州冠军之前2个月，弗拉格一家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春田观看 Hoop Hall Classic 名人堂经典赛。全美第4的蒙特沃德对阵全美第12的老牌劲旅 Demansah， 由达里克·怀特黑德与杰伦·胡德西菲诺所带领的蒙特沃德取得21分大胜。在这里，弗拉格兄弟见识到了真正的高水平篮球，而蒙特沃德团队优先的球队理念也与兄弟二人从小观看的那支80年代凯尔特人完全一致。走出球馆，弗拉格兄弟一致同意，这就是他们想去的学校。比赛结束之后不久，弗拉格兄弟递交了自己的申请，而在实现了州冠军这个执念之后，他们正式宣布转学到蒙特沃德学院。而与此同时，转学到蒙特沃德也意味着他们来到一个全新的联盟 NIBC。1年之后，这个联盟会更名为如今的 EYBL Scholastic。在这个联盟中，有过去20年的篮球王者卡梅隆·安东尼、凯文·杜兰特的母校 Oak Hill Academy 橡树山高中，2019年的全美冠军 IMG Academy 印第安纳州最强高中，乔丹·普尔、小贾伦·杰克逊的母校 La Lumiere School， 堪萨斯州最强高中 Sunrise Christian Academy， 犹他州最强高中 Wasatch Academy。而在 Cooper 加入的2022年 ，NIBC 的学校扩充到10所，而 ESPN 的转播也给联赛与联赛的球员们提供了更多曝光的机会。与弗拉格兄弟同时转学到 NIBC 的，还有一名刚刚来到美国2年的巴哈马少年，他从佛罗里达转学到纽约的 Lehigh， 他叫做 VJ Edgecombe，VJ Edgecombe。3年之后，他会成为2025年 NBA 探花秀。在转学之后，弗拉格兄弟需要从美国最北边的缅因来到美国最南端的佛罗里达。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需要与出生以来陪伴自己的所有家人与好朋友告别，但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支持他们离开，这让 Cooper 百感交集。缅因是他们永远的家。在2022年再次取得全国冠军之后，蒙特沃德已经完成了2连冠。2022年10月，他们在新赛季卷土重来。但是当蒙特沃德主教练 Kevin Boyle 走进球馆，他却看到了这样的画面。Cooper 与 Ace 这对刚刚转学过来的双胞胎，球队中最小的2名球员，在球场上挥拳相向。在训练中，这对双胞胎被分在不同队伍，在为了抢球纠缠了几次之后，2人直接开打，球队的其他人不得不将2人分开。波尔教练笑了出来，这场战斗让他想起了自己还在新泽西州圣帕特里克高中的时光。而对于弗拉格兄弟来说，这是他们从小的日常。这对兄弟会因为所有事情竞争起来，谁吃什么食物，谁坐汽车的前排。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一场竞争，而他们最激烈的竞争就是篮球。在弗拉格一家门口的车道，弗拉格兄弟们会在一起进行投篮训练，玩 Pick 投篮游戏。几乎每一天，他们还会在这里进行1对1单挑，而弗拉格兄弟之间的单挑经常变成争吵，进而变成拳拳到肉的互殴。这一场激烈的互殴往往以兄弟间某个人的流血而告终，而篮球也早已被扔到了马路对面。We couldn't play a game in our driveway without someone bleeding. It was terrible. I mean, every single time there would be fist fights. The game would end when someone ran in yelling for mom because someone punted the ball across the street or hit each other. But it was always fun. Cooper 的竞争心，就连自己的亲妈 Kelly 也不能避免。面对2兄弟 ，Kelly 一直保持了全胜的战绩。Cooper 战胜 Kelly 的最佳时期发生在 Cooper 5年级的时候。那场单挑，9岁的 Cooper 已经取得9比7的领先，他拿到赛点，胜利就在眼前。下一个回合 ，Kelly 突破急停，用假动作晃飞了 Cooper， 然后 Kelly 不幸撕裂了自己的半月板。从此之后，母子2人没有再交过手。Cooper 错过了战胜 Kelly 的最佳机会。
当然，凯利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如果不是自己撕裂了半月板，他一定能稳稳投进扳平的一球，然后赢下这场1对1。这就是 Cooper 成长的环境，弗拉格一家的教育、纵容，并助长了他疯狂的好胜心，而这还将伴随着他一生。在季前赛2场比赛分别大胜83分和59分之后，新赛季蒙特沃德的第1场比赛，对手是全美第2的 AZ Compass。在 AZ Compass 的阵容中，同样有4名全美前100的球员。比赛开场 ，Cooper 就通过积极的跑动率先拦下得分，蒙特沃德也取得4比0的开局。而 AZ Compass 的5星级球员 Mookie Cook 立即用1条龙扣篮还以颜色。Now Cook all the way to the basket, the two-hand flush through traffic. 他是 AZ Compass 排名最高的球员。1年之后，他选择加入俄勒冈大学。经历了2年俄勒冈的不如意之后，如今的他，这个赛季他是中国球员王俊杰在旧金山大学的队友。比赛的前4分钟，蒙特沃德全员皆兵，建立了7分的领先优势。但是 AZ Compass 没有被击倒，通过反击和2次进攻，他们取得了大量内线得分。板凳球员的活力让 AZ Compass 能一直保持进攻火力。而除了 Liam McNeely， 蒙特沃德几乎没有能站出来的替补球员。上半场 AZ Compass 就将比分反超，而下半场蒙特沃德的命中率骤降10个百分点，上半场57%的3分球更是只有12投2中，命中率不到17%，比分逐渐被拉开，54比65。Cooper 与蒙特沃德的新赛季以1场败北开始。2023年1月 ，Cooper 与蒙特沃德一起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春田。时隔1年 ，Cooper 已经从一名 Hoop Hall Classic 的观众变成了球员。第1节他里突外投得到10分，第2节 Cooper 第1次空中接力将分差拉大到20分。Oh, the lob! 而在比赛的第4节 ，Cooper 这名2.04米的大个子已经开始扮演控卫的角色。在 Kevin Boyd 教练的眼中，赛季开始不到2个月 ，Cooper 在战术层面的理解已经进步了很多。最终，蒙特沃德以22分分差大胜全美排名第23的 La Lumiere， 而只有高2的 Cooper 拿下全场最高的21分、5个篮板、3次助攻、5次抢断，成为比赛的 MVP。在赛季第1场输给 AZ Compass 之后，赛季剩余的22场常规赛，蒙特沃德只输掉了1场。23胜2负的他们重返全美第1。而与此同时，在蒙特沃德的阵容中，也有8名球员入选 ESPN 全美前100。2023年4月，作为卫冕冠军，蒙特沃德重新回到 Chipotle High School Nationals，Chipotle 全国高中锦标赛。在这个锦标赛中，全美最好的8支高中校队会争夺出全国冠军，这就是美国版本的全国大赛。第1轮1号种子蒙特沃德的对手是8号种子 Sunrise Christian， 他们的王牌球员是5星级球员，能运球、能投篮的全能前锋马塔斯·布泽利斯。3个月前 ，Sunrise Christian 曾经是蒙特沃德的手下败将，而蒙特沃德的第1次进攻 ，Cooper 就投中3分，而回过头来，布泽利斯也回进了1记3分。上半场 ，Sunrise 2.18米的中锋 John Ball 的篮下进攻与布泽利斯的3分，让 Sunrise 在上半场取得3分领先。第3节，他们将领先扩大到6分。第3节最后时刻，蒙特沃德的利昂·麦克尼利挺身而出，他连续投进2记3分，并助攻 Cooper 投进3分，帮助蒙特沃德反超比分。This time, Liam McNeely off the handoff by Queen. 最后1分钟，蒙特沃德还握有6分的领先优势。对于整场比赛只得到39分的 Sunrise Christian 来说，这已经是巨大的领先优势。但是布泽利斯通过一个 pin down 绕出3分线，他接到球投进3分，并造成犯规。在这个3+1之后，分差只剩下2分。2023年的 Chipotle 全国大赛第1轮的所有比赛都打到了比赛的最后1秒，而这一场也不例外。最近的22场比赛，除了1场1分惜败，蒙特沃德所有比赛都以2位数分差获胜。他们甚至不知道比赛焦灼的滋味，他们显得有一些不知所措。在蒙特沃德进攻未果之后 ，Sunrise Scotty Middleton 又投中1记反击3分。短短40秒之内 ，Sunrise 居然将比分反超。蒙特沃德反超比分的最好机会发生在比赛的最后6.2秒，丢里克·奎因弧顶接球，他过掉了 John Ball， 却上篮不中。此时弱侧的 Cooper 无人防守，他拿到篮板，直接出手补篮，但是他也错过了这个补篮绝杀的机会，比赛就此结束。1年前，作为1号种子 Sunrise Christian 在首轮惨遭黑八，3号种子蒙特沃德赢得了最终的全国冠军，而1年之后，他们完成黑八，淘汰了卫冕冠军蒙特沃德。半决赛中 ，Sunrise Christian 输给4号种的 Link Academy， 而 Link Academy 也赢得了最终的冠军。赛季结束，他们吸引来了德州的超级后卫 Trey Johnson 转学加入，这是后话了。对于 Cooper 与蒙特沃德来说，尽管赛季的大多数时候风光无限，赛季的第1场与最后1场比赛，他们都被以下客场，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赛季。作为队中年龄最小的球员，高2的 Cooper 场均得到9.8分、5.2个篮板、3次助攻。
虽然最终没有拿到全国冠军，高2的 Cooper 每一天都在进步。此时的他已经成为2025届全美第2高中生。高2的库珀·弗拉格转学来到全美最强的蒙特沃德学院，然而他们却在全国大赛首轮被黑八遗憾出局。随着高2赛季结束 ，Cooper 的 AAU 赛季也开始了。他没有选择加入一支知名的 AAU 球队，而是选择回到缅因，再次回到 Maine United， 与自己4年级结识的那帮小伙伴们一起征战 AAU 比赛。前一年他们刚刚取得 EYBL 的资格，这次他们一起回到了 Nike EYBL， 参加 U16 组别的比赛。但是与其他招募全国各地球员的成名球队不同， Maine United 所有的球员都来自于缅因本地。这样的阵容不仅让外界对 Maine United 的水平打上了问号。然而回到 EYBL 的第一场比赛， Cooper 就打出了震撼全美的表现。他18投16中，得到52分，12个篮板，刷新了 EYBL U16 的历史得分记录。在 EYBL 的前4个session结束之后， Maine United 9胜9负。7月，他们勉强闯入了 EYBL 最终的决斗场 PGM。在 PGM 之中，他们又要面对 EYBL 中最强的球队。PGM 的第一天，面对 McIrvin Fire 的比赛， Cooper 手感不佳，这遭到了对面教练的嘲讽。有意思的是，4年前 Cooper 的学长凯德·坎尼安在2019年的 EYBL 同样遭到了 McIrvin Fire 教练的嘲讽。在连续送出3记助攻奠定胜局之后， Cooper 看向对方教练说道 I don't need to score, all I need to do is win。 PGM 的第2场小组赛，球馆中座无虚席， NBA 每一支球队都至少派出了1位球探，而几乎每一位 NCAA 名帅都坐在场下观战。这场比赛 Maine United 的对手是 Knight Riders。2025届全美第2的 Cooper 再一次遇到了2025届全美第1 Cameron Boozer。1个月前，在 NBPA Top 100训练营， Cooper 刚刚压过 Cameron Boozer 拿到 MVP。而在1年前的 U15 比赛中，布泽尔兄弟所带领的 Knight Riders 在1/4决赛以79比36、43分血洗了 Maine United。1年之后， Knight Riders 仍然是最大的夺冠热门。在之前的比赛中，他们每一场比赛都能以30分以上的分差战胜对手。2个月之前，他们刚刚以25分分差再次大胜 Maine United。然而这场比赛，他们却陷入了苦战。这一次 Knight Riders 没能像之前一样拉开比分，上半场他们仅仅领先了1分。对 Maine United 的队员来说，他们没有包袱，轻装上阵。Cooper 完全罩住了全美第一的 Cameron， 全场比赛 Cameron 24投只有8中，而 Ace Flag 的身高也让 Caden Boozer 非常难受。下半场还剩3分钟， Maine United 居然已经领先了12分。Knight Riders 需要快速追分，他们通过紧逼造成失误， Cameron Boozer 连续得分。2分钟之内，他们将分差缩小到只有6分。但是最后20秒，Cooper 的快攻扣篮将分差再次拉开。在 Cooper 的怒吼中，比赛的悬念彻底终结。73比65，这支来自缅因的球队居然击败了不可一世的 Knight Riders。全场比赛 ，Cooper 得到21分、10个篮板、7次助攻、2个盖帽。Ace 13投9中，得到22分、11个篮板，而后卫 Landon Clark 得到19分，其中包括5记3分。这是一场属于团队、属于这群来自缅因的伙伴们的胜利。而经过前2场比赛 ，Cooper 已经势不可挡。接下来对阵 Pro Skills 的小组赛第3场比赛 ，Cooper 交出了38分、16个篮板、6次助攻、12个盖帽的准4双数据。小组赛结束，最不被看好的 Maine United 却4战全胜，挺进淘汰赛。半决赛 ，Maine United 的对手是之前的老对手 New Heights Lightning。在几个月前 EYBL 的比赛中 ，New Heights Lightning 的4星级高中生 Amari Evans 与 Cooper 大喷垃圾话 ，Maine United 也以4分遗憾落败。然而这一次 ，Cooper 用统治级的表现让 Maine United 再次晋级，37分、12个篮板、6次助攻，还有恐怖的10次盖帽。在过去的4场比赛 ，Cooper 已经拿下3次3双，而 Maine United 则拿下6连胜，他们距离最终的冠军只有1步之遥。PGM 决赛站在缅因小伙子们对面的仍然是 Knight Riders Elite， 这是他们的2番战。6连胜的 Maine United 士气正盛，他们开场就取得领先。在一波9比0之后，他们已经领先了8分。而对面的全美第1高中生 Cameron Boozer 整个上半场只通过罚球得到1分，全场比赛他只得到5分。胜利的天平似乎再次向缅因倾斜。但是 Knight Riders 拥有多位顶尖球员，除了布泽尔兄弟，他们还拥有3名全美4星级高中生。上半场全美前60的 Dante Allen 突破与连续的3分，让分差没有拉开。然后在半场结束前2分钟 ，Knight Riders 反超了比分。上半场他们领先3分。更加糟糕的是，下半场一开始 ，Ace 就扭伤了左脚脚踝 ，Maine United 失去了自己的2号得分手。同时，没有了 Ace 的防守 ，Cameron Boozer 也终于苏醒了过来，他连续扣篮得手。而与此同时 ，Maine United 得分的重担也几乎全部落到了 Cooper 的身上。
除了突破篮下，他开始强投3分，其中一记超远3分直接3不沾。Knight Riders 开始掌控比赛，他们取得全场最大的领先8分。比赛还剩10余分钟 ，Ace 终于回到球场，他立即造成 Cameron Boozer 进攻犯规，吃到第3次犯规的 Cameron 不得不被换下。弗拉格兄弟趁机率领球队迫近比分，但是 Cameron 的弟弟 Caden Boozer 扛起了球队，他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5次助攻、3个篮板。最后2分40秒 ，Ace 的上篮让双方的分差只有1分。Ace flag with the step through. 但是 Dwayne Wembley Jr. 的3分让分差再次拉开到4分。Wemby. Oh, that's a big three. 之后 Maine United 再没有运动战得分，最后29秒，随着 Ace 的2发不中 ，Knight Riders 在最后的2分40秒打出一波7-0，胜负1分。全场比赛 Cooper 得到18分，还有12个篮板、7次助攻，但是他的24次出手仅仅命中8球。时隔4天 ，Knight Riders 完成复仇，他们不负众望，再次成为 PGM 的最终赢家。如果不是4天前的小组赛输给 Maine United， 他们甚至可以完成意外比较年度全胜的战绩。虽然没能最终完成奇迹 ，Cooper 已经通过 PGM 向全美证实了自己的个人能力。在 PGM 的7场比赛 ，Cooper 场均得到25.4分、13个篮板、5.7次助攻，还有恐怖的6.9次盖帽。每一场比赛他都能拿到2双，还有3次3双。他的体型、运动能力与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年龄。他有着与生俱来的盖帽嗅觉和永不放弃的防守习惯，这让他的防守端交出统治级的数据和表现。而在进攻端，尽管 Cooper 的跳投还有提升空间，他还是能通过同等体型下优秀的运球能力以及自己的运动能力，孜孜不倦地冲击篮筐。场下的 NBA 全明星克里斯保罗直接向 Maine United 的教练表达了对他们的欣赏，还说会让自己的儿子小克里斯向他们学习。勒布朗詹姆斯也忍不住将 Cooper 拉到一边，与他聊了2句。You know, Cooper, unlike a lot of kids, he played for his team out of Maine. A lot of these kids are going to like recruited, whatever. Him and his brother and a bunch of those guys they grew up with played on the. I think they were called. I forgot it was Maine Selec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And he made them competitive, like versus teams that were stacking teams. You know, him and his brother. You know, I thought that was just super cool because that was how I remember me. That's how I was. You know, I played for the Northeast Ohio Shooting Stars. Like me and my guys grew up playing together and having to play all the best teams in the country. I just thought that was super cool. But you know, he's a big time talent. Yeah, it was just a little bit of advice about being present and staying in the moment. So it was cool to have that moment. 而在 PGM 的场下，也同样坐着杜克大学的主教练 Jon Scheyer。一直以来，斯卡拉布莱恩不停地向 Jon Scheyer 推销着 Cooper。Jon Scheyer 从来没有招募过任何一个来自缅因的孩子，但是他很快发现，他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球员。他试图为 Cooper 找到一个模板，但是他找不到。PGM 结束之后 ，Cooper 前往了旧金山的库里训练营以及圣路易斯的塔图姆训练营。他有机会聆听史蒂芬·库里的指导，并和他在场上较量。一整个赛季的比赛和训练营给了 Cooper 更多的曝光和自信。在听取了前辈的建议之后，8月他宣布跳级到2024届，这意味着他会跳过高3，直接进入到自己的高4赛季。这意味着他不到18岁就能加入大学，这也意味着他最早能在2025年就参加 NBA 选秀。而参加选秀的时候，他只会有18岁零6个月。而在跳级到2024届之后，他仍然是全美第一。当然，这也意味着他失去了最后1年纯真的童年，他没有时间继续享受高中篮球、大学择校、NCAA、参加 NBA 选秀，这就是 Cooper 的未来。单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但是 Cooper 并不在乎。他来到纽约的洛克公园，与全美的明星球员们一起参加了 Slam 夏季经典赛，享受了一波街头的氛围。在宣布跳级之后，择校立即成为了高4的 Cooper 迫在眉睫的任务。此时的他已经收到了几乎所有名校的 offer， 而在筛选之后，康涅狄格大学与杜克大学成为了最终的竞争者。6个月之前，康涅狄格刚刚赢得2023年 NCAA 的全国冠军，冠军教头丹赫利与助理教练 Luke Murray 亲自来招募 Cooper。巧合的是，康大的首发中锋多诺万·克林根的母亲 Stacy 正是 Cooper 的母亲 Kelly 在缅因大学的队友。9月，在 Cooper 前往康大进行官方访问时，他与克林根一起穿上了母亲当年的球衣。在之后的一个赛季，克林根与丹赫利教练一起完成了 NCAA 的2连冠，并顺利在之后的 NBA 选秀中被波特兰开拓者队选中，这是后话了。但是克林根没有给 Cooper 压力，他希望 Cooper 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Visit went well. Cooper's a good kid, great family. Obviously, my mom and his mom played college basketball together, so that's definitely a cool connection.
You know, he's a very talented player who could do many things, and you know, the UConn program would love to love for him to be a part of it. You know, the fans would love it. You know, and all respect to him, and you know, he's gonna make the best decision possible for himself, and you know, it's just hope he's a Husky. Cooper 本打算在2023年11月初宣布自己最终的择校结果，但是10月底，缅因的 Lewiston 发生了缅因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枪击事件，超过18人在枪击中遇害，因此 Cooper 推迟了择校的宣布。All of the focus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 victims, their families, and law enforcement. Everything else can wait. My heart is with Maine. 最终 Cooper 登上了第247期 Slam 杂志的封面，通过 Slam 杂志封面宣布了自己的大学决定。My college decision wasn't an easy one at all. Ultimately, it ended up coming down to UConn and Duke, two historic programs known for their prestigious reputations and winning cultures. With that being said, I decided to attend Duke University next year. After I got on campus, I really started to envision myself in Durham. All the love I felt made me really excited, seeing all the crazies and the atmosphere in Cameron. I'm honored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Brotherhood. Let's go Duke. 他选择了自己儿时的梦校杜克大学。几个月前 Cooper 曾经来到杜克进行非官方的拜访，在杜克的校园，他见到了传奇教练、前杜克大学主教练、前美国国家队主教练 Mike Krzyzewski， 人称老 K 教练。他带着 Cooper 参观了自己的办公室，带他参观了自己的奥运金牌，以及他生涯中不计其数的成就。在1个小时的参观中 ，Cooper 一直表现得十分冷静得体。这不禁让老 K 教练感叹 ：“The way you carry yourself is very impressive. You remind me of a player I coached on Team USA, and that's LeBron James.” Cooper 礼貌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而作为学长，杰森·塔图姆很高兴看到 Cooper 可以来到杜克。在跳级到高4完成择校之后 ，Cooper 只需要修满高中学分，等待去杜克报到。高4赛季的校队比赛似乎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对于 Cooper 来说，他早早宣布择校，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加专注。他还有没有完成的终极目标，拿下那该死的全国冠军。2023-24赛季是库珀·弗拉格在高中的最后一个赛季。在跳级之后，他与队中的德里克·奎因、利亚姆·麦克尼利、阿萨·纽尔一起成为高4学生。上个赛季，他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整整1年，他们一起成为全美头号种子，却在最终的全国锦标赛首轮惨遭黑八。而这个赛季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从季前赛开始，他们一路摧枯拉朽，在3天3赛的 Sunshine Classic， 他们以23分大胜5星级高中生 Donnie Freeman 所领衔的 IMG 学，他们以28分的分差大胜全美第3由布泽尔兄弟所领衔的 Christopher Columbus， 然后面对上赛季淘汰自己的 Sunrise Christian， 他们以49分大胜。23-24赛季是 Cooper 的最后一个赛季，却也是 Nike EYBL Scholastic 的第一个赛季。EYBL Scholastic 拉斯维加斯的揭幕战，在 NBA 季中锦标赛的场地上，蒙特沃德迎来了上赛季的全国冠军，来自密苏里州的 Link Academy。这个赛季 Link Academy 的王牌球员是刚刚转学过来的 Trey Johnson 特雷·约翰逊。上个赛季高3的他刚刚带领自己家乡达拉斯的高中 Lake Highlands 拿下德州州冠军，而2年前高2的他曾经一度登领过全美第一。这个赛季，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竞争和曝光，这位来自德州的超级得分手选择转学到 Link Academy。比赛开始，蒙特沃德取得领先。第一节的最后 ，Trey Johnson 在 Cooper 头上投中最后一球。第二节，他继续展示自己全面得分技巧。赛季第一次，这支蒙特沃德似乎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但是蒙特沃德由 Cooper 与奎因所组成的内线无法阻挡。第3节结束，蒙特沃德已经领先到了23分。第4节最后，约翰逊连续投中3分，带领 Link Academy 疯狂追分。他们一度将分差追到个位数。全场比赛，他得到25分，3分球8投6中。但是除了他以外 ，Link Academy 全队的3分仅仅14投1中。最终，蒙特沃德以12分分差取胜。开赛1个月，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对蒙特沃德真正造成威胁。2024年1月的第一个周五，缅因的气温已经降到0下，但是位于缅因州 Portland 的 Cross Insurance Arena 却人满为患，因为离开缅因州近1年的弗拉格兄弟回来了。这次弗拉格兄弟与蒙特沃德回到缅因，是为了参加 Main Event 缅因大事件这个赛事。赛事的名称正好与 Cooper 的绰号一样，这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比赛。他一出现在球馆，就被小球迷们团团围住。Main Event 的2场比赛中，蒙特沃德兵不血刃，分别取得42分与47分的大胜，这简直是属于他们的表演时刻。然后他们开始南下，再次回到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参加2024年的 Hoop Hall Classic。
在这里 Cooper 仿佛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这是他选择蒙特沃德的理由。而这一次他也遇到了比他更年轻的来自未来的年轻力量。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 Anise Dibasa Jr. 简称 AJ Dibasa 是2026届的全美第一。只有高1的他身高却已经超过2米，他能运球，他能丝滑的在运球过程中跟拔投篮，更不用说他的身体素质可以让他快速冲击篮筐完成得分。在之前我们提到了2023年 Peach Jam， 就在 Cooper 与布泽尔兄弟在 U16 的比赛中大放异彩的同时， AJ 迪班萨在 U15 的比赛中场均得到 25.8 分，甚至抢走了 Cooper 与布泽尔兄弟的风头。而在新赛季转学来到加州的 Prolific Prep 之后， AJ 迪班萨的身边是2026届全美第2，未来的全美第1 Tyron Stokes 泰兰斯托克斯，以及2024届全美前35高4 Aiden Sherrill。 2024年1月来到 Hope Hall Classic 之后的蒙特沃德，面对老牌篮球劲旅橡树山高中与 Brewster Academy， 分别大胜30分与33分。而他们在 Hope Hall Classic 的第3个对手正是 AJ 迪班萨所在的 Prolific Prep， 这是属于 Cooper 与 AJ 两位出身新英格兰地区的全美第1的正面对话。比赛开始，蒙特沃德延续了1月的气势 ，Cooper 开场就冒掉斯托克斯的投篮，而麦克尼利也连续抢投3分得手。开场接近4分钟 ，Prolific 1分为得，蒙特沃德取得8-0的开局。在1月的前4场比赛，他们全部取得30分以上大胜，而这场比赛似乎又要冲着一场大胜而去。但是 Prolific 开始了他们的反击。第1节结束 ，Prolific 已经反超了比分。第2节比赛变成了一场拉锯战，迪班萨单挑 Cooper 打成2+1。随后 Cooper 也立即回敬一记3分。面对 AJ 迪班萨 ，Cooper 的策略是降低重心，尽可能不吃他的假动作，同时主动压迫，打乱他的投篮节奏。半场结束前 ，Cooper 再次命中3分，将分差拉开到9分。来到蒙特沃德之后1年，他的进攻有了新的变化。过去的他过于依赖冲击篮下，而如今他已经更加信任自己的跳投。几天前对阵橡树山的比赛中，他15投10中，得到25分。这场比赛他得到15分。下半场一开场，斯托克斯从底线直插篮下完成隔扣，而 Prolific 也再次将比分追上。第4节，迪班萨用反击上篮，让 Prolific 再次反超比分。随后，他在 Cooper 头上投进干拔3分，还造成了 Cooper 的犯规。面对 Cooper 的防守，迪班萨选择了更快的出手方式。全场比赛，迪班萨得到21分，他与 Cooper 双双打满全场，1分钟都没有休息。他的这一节3+1点燃了全场，也让双方在比赛还剩2分钟的时候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但是很快，取得全场最高分22分的麦克尼利，在吸引2人的防守之后，助攻 Curtis Givens 投中底角3分。在 Givens 投中这记3分之后，蒙特沃德再次取得5分领先。这名蒙特沃德的高4后卫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赛季结束之后，他加入 LSU， 然后转学到家乡的孟菲斯大学。最后1分钟，随着 AJ 迪班萨的3分连续不中 ，Prolific 失去了最后的追分机会。全场比赛，麦克尼利得到全场最高的22分，成为蒙特沃德进攻端的最大功臣。而在防守端 ，Cooper 狂扇5记大帽。Hope Hall Classic 的3场比赛 ，Cooper 贡献了12次盖帽，只有3次犯规。76-71，蒙特沃德拿下比赛。在 Hope Hall 取得3连胜之后，蒙特沃德已经在本赛季连胜了19场，未尝败绩。但是这场险胜还是给他们上了一课，他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而短短2周之后，蒙特沃德与 Prolific 又从美国东北的马萨诸塞转战至东南的佛罗里达，再次碰面。在蒙特沃德举办的 Montverde Academy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是蒙特沃德自己举办的邀请赛，这次蒙特沃德坐镇主场迎接 Prolific 的挑战。第1节开始不到2分钟 ，Cooper 破坏传球，在斯托克斯的头顶完成轰炸。然后他又直接抢断迪班萨，帮助奎因得分。开场之后，蒙特沃德4名高4学生全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得分，他们再次取得9-2的开局，打停比赛。然而，与2周之前的比赛一样 ，Prolific 绝不会被轻易击溃。在斯托克斯与迪班萨接连投中3分之后，比赛瞬间回到了同一起跑线。这场比赛 ，Prolific 比上一次交手更加难缠，他们全队手感火热。全场比赛，他们投中了11记3分。AJ 迪班萨得到18分，而斯托克斯得到17分。第2节 ，Prolific 一度取得8分的领先优势，而帮助蒙特沃德追分的又是麦克尼利，他再次得到全场最高的19分，3分球4投3中。下半场双方陷入拉锯战，第3节结束，双方打平。整场比赛双方打平5次，11次交替领先。比赛不到2分钟，斯托克斯的3分让 Prolific 反超2分。
但是上个赛季最后关头的失利，帮助麦克尼利以及这支蒙特沃德更好地处理比赛最后的焦灼时刻。79-72，蒙特沃德2周之内第2次战胜 Prolific Prep。全场比赛 ，Cooper 得到17分9个篮板，加冕 MAIT 锦标赛的 MVP。不久之后 ，AJ 迪班萨也像 Cooper 一样选择跳级，他成为2025届的全美第一，而斯托克斯则接过了他2026届全美第一的宝座。之后，他们先后转学离开 Prolific Prep， 这是后话了。而说回 Cooper， 他目前所在的2024届也同样有着一位劲敌。Valdez Drexel Edgecombe Jr.， 简称 VJ Edgecombe， 出生于巴哈马的比米尼。童年时期的 VJ 家庭十分贫困，家里连稳定的电力都难以保证，只能依靠发电机供电。13岁，他被巴哈马的前辈巴利希尔德所发掘。高一，他来到美国的佛罗里达。2年之后，在 Cooper 转学来到蒙特沃德的同时 ，VJ 也选择转学。他来到纽约的 Long Island Lutheran， 简称 Lehigh， 与 Cooper 同时加入 NIBC， 日后的 EYBL Scholastic。转学之后的第一个赛季，高3的 VJ 全美排名飞速上升，他帮助 Lehigh 赢得纽约州州冠军，自己也成为加得了纽约州最佳球员，赢得 NIBC 全联盟最佳球员，入选全美第一阵容，而 Cooper 也仅仅入选第2阵容。23-24赛季 ，Lehigh 的阵容中汇聚了全纽约州最好的球员，除了 VJ， 还有卡梅罗·安东尼的儿子 Kyan Anthony。以及 Mingo 兄弟。在来到 EYBL Scholastic 之后 ，VJ 与 Cooper 已经交手2次。2022年12月 Sunshine Classic 邀请赛，蒙特沃德险胜5分。2023年 City of Palm 决赛，蒙特沃德以14分分差战胜卢海夺冠。2024年2月的 Bob McCaleb 邀请赛是2人在高中的最后一次对决，这是以史蒂芬库里的大学恩师、前戴维森学院主教练 Bob McCaleb 命名的高中邀请赛。而在成为戴维森学院的主教练之前，1979年至1989年 ，McCaleb 教练正是卢海的主教练。这场比赛，卢海坐镇主场作战，但是他们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蒙特沃德。半场结束，蒙特沃德已经领先了17分，而 VJ 仅仅得到4分。在下半场的一次进攻中 ，Cooper 造成犯规，在罚中第1次罚球之后 ，Cooper 对 VJ 说出了这句话 ：“You not like that。”这一幕被场边的摄像捕捉到，成为了火遍全美的名场面。So what is that relationship like when y'all step on the floor? It's a friendly rivalry. Off the court, we're close. Okay. Like we're close, but we know on the court we're competing. Yeah. And we both competitors. So the reason why he said that, people thought he said it because, oh, he think I'm bad or something. Yeah. Like, nah, I stepped over him. Okay. Like walking to, he was on the floor. He got like the last shot of like the third quarter. Yeah. And walking to my bench, I seen him on the floor and I just walked over him. You know? Yeah. That's why. Because I wanted to know what the reference was of him saying you're not like that. Because I had like 20-something that game. He can't say I'm not like that. So we talk about this all the time. I literally stepped up, like he was on the floor. He shot, flopped, tried to get a foul. And I was like, bro, that ain't no foul. And I just walked over him. And I just walked to my bench. And then he came back. He's like, and then he came back and said that. So they drag it. Whoever the cameraman was dragged it so crazy. But I'm like, I understand. It's for clicks. Yeah. Got like 1 million views on it. So we saw the backside of you. Was you smiling like when he's saying that? Like you're not like that? Nah, I was not smiling. Oh, okay. I walked up to him and I was like, who's not like that, dude? I walked up to him and I'm like, who's not like that? I'm like, what's up, bro? Like, like what it is? Like, what you trying to get into? Who's not like that, bro? Yeah. But we know at the end there's all love between me and Coop. 在随后的 NCAA 乃至之后的 NBA 中，他们2人的每一次互动都会被人们放在放大镜之下。来到 NBA 之后，他们还会为年度最佳新秀展开竞争。但是这场比赛并没有悬念，蒙特沃德以32分分差大胜卢海。在高4赛季，没人能成为 Cooper 的宿敌，也没有人能在这个赛季战胜蒙特沃德。他们取得了所有常规赛的胜利，30场比赛中的27场，他们都是以2位数的分差战胜对手。整个赛季 ，Cooper 场均得到16.4分、7.5个篮板、3.8次助攻、2.7个盖帽。3月 ，Cooper 当选奈史密斯全美年度最佳高中球员，以及加德勒年度最佳球员。曾经的全美第2高中生 NBA 巨星凯文·杜兰特这样形容他 ：“See, young dudes, it's hard to truly understand when you're playing against high school competition. You don't know who's the best of the best, and I don't know what's the best version of that competition. But the intangibles that he has, his measurables, and his raw talent, I can see that through the TV. When you're 6'10" and then can run up and down the floor like that, and got the instincts with the basketball like that, you're only gonna, if you work at it and if you care and if you're consistent with who you are, like I said, showing up every day. If you show up every day and work and be the best you can be, I think Cooper Flag could be one of the top players in the league for 15 years.
而曾经的全美第3，如今的 NBA 总冠军杰森·塔图姆也认为 Cooper 比同年龄的自己要更强。3月 ，Cooper 与队友德里克·奎因、利亚·麦克尼利一起入选2024年麦当劳全美全明星。在麦当劳全美全明星正赛的第2节 ，Cooper 先是投中一记3分，随后他又是一记排球大帽，将罗恩·哈珀的上篮扇出界外。比赛的最后时刻，他将埃斯贝利的运球打出界外，帮助所在的东部明星队奠定胜局。但是这场比赛 ，Cooper 并不是主角，他仅仅得到8分、6个篮板、3次助攻。这场比赛的明星是德里克·奎因与迪伦·哈珀，他们分别得到23分与22分，一起共享了 MVP。尽管常规赛取得全胜，斩获所有个人奖项，对于 Cooper 与他的队友们来说，真正的挑战还并未开始。麦当劳全美全明星之后仅仅2天 ，Cooper 与他的2位队友来到印第安纳的 Brownsburg， 他们重新回到 Chipotle High School Nationals， 这是他们去年的最大遗憾。Chipotle 全国大赛的第1轮，蒙特沃德的对手是8号种子，上赛季揭幕战击败自己的 AZ Campus。球队的后场搭档由4星级后卫 Victorious Miller 与转学过来的天才后卫杰里迈尔·菲尔斯组成。Victorious Miller 开场就异常兴奋，在挑战 Cooper 失败之后，他里突外投，连续得分 ，Campus 打出一波9-1的开局。第2节，菲尔斯又接过进攻大旗，他用灵活的脚步与节奏连续撕裂蒙特沃德的防线。这位刚刚跳级来到高4的4星级后卫，此时的全美排名还在60名开外。然而短短1年之后，他就在第7顺位被新奥尔良鹈鹕队选中。菲尔斯的连续得分给蒙特沃德制造了巨大麻烦。尽管 Cooper 连续强攻篮下得手，蒙特沃德半场仍然落后4分。第3节，蒙特沃德3位麦当劳全美全明星开始在阵地战中统治比赛，而 Campus 的后场双枪下半场同时哑火。在连续防守成功之后，蒙特沃德打出了标志的防守反击，一波25-5，蒙特沃德一举反超比分。第3节结束，他们已经领先16分。在 Cooper 的一次空中接力之后，比赛彻底失去悬念。全场比赛 Cooper 13投7中，得到16分7个篮板，蒙特沃德晋级半决赛。半决赛，弗拉格兄弟再次遇到了布泽尔兄弟。8个月前的 PGM， 布泽尔兄弟在最后的决赛战胜 Cooper， 让 Cooper 与 May United 的灰姑娘童话在最后一页留下了遗憾。而在 Columbus 高中，布泽尔兄弟的身边还有前 NBA 扣篮王杰森·理查德森之子，未来的 NBA 球员 Jace Richardson 与他的弟弟2026届5星级高中生 Jackson Richardson。Chipotle 全国大赛的第1轮 ，Cameron Boozer 刚刚用20+10的表现淘汰了 VJ 库姆所带领的 Lehigh， 但是与几个月之前的 PGM 不同，这一次 Cooper 的身边全是帮手。在 PGM 之中 ，Cooper 的双胞胎兄弟 Ace Cooper 是他身边最好的帮手，而在蒙特沃德 ，Ace 几乎得不到任何上场时间 ，Cooper 的身边换成了3位未来的 NBA 球员。比赛开场 ，Cooper 与 Cameron 就开始较劲，他们分别在对方头上得分，但是除了 Cameron，Columbus 的其他球员几乎无法命中任何投篮。首节 Columbus 仅仅得到6分。Cooper 如此想赢下这场比赛，他无时不刻不在咆哮，现场的每一位球员，乃至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 Cooper 想拿下比赛的疯狂激情。他的出手欲望前所未有的高。上半场比赛 ，Cooper 就得到19分。在一次暴扣之后，过于兴奋的 Cooper 甚至因为挂筐时间太长，吃到了一次技术犯规。第2节，蒙特沃德的领先优势已经超过20分。这场全美最受关注的焦点对决早早失去了悬念。Cameron Boozer 24投10中，得到29分，但是他在3分线外11次出手，仅仅命中3球，而 Cooper 只用14次投篮就得到28分。蒙特沃德赛季第2次大胜 Columbus， 晋级决赛。此时，蒙特沃德距离一个完美的赛季只剩最后一场比赛。决赛，蒙特沃德的对手是2号种子 Paul the Six。在头号种子连续2年被黑八之后，这次头号种子与2号种子终于在决赛会师。在 Paul the Six 阵容中，拥有4名2024届4星级高中生，这其中包括 Isaiah Abraham， 他是未来的康涅狄格哈士奇成员，而全美前50的4星级高中生 Darren Harris 与 Patrick Gomba 更是与 Cooper 一样受到了篮球名校杜克大学的招募。下个赛季，他们是 Cooper 在杜克的队友，以及2026届5星级高中生未来的全美第2 Jordan Smith Jr。常规赛对阵 Paul the Six 的比赛，蒙特沃德仅仅赢了7分。除了 Prolific 之外，他们是这个赛季唯一一支以个位数分差输给蒙特沃德的球队。整个赛季 Paul the Six 战绩是35胜2负，仅仅败给蒙特沃德与 Columbus。Chipotle 全国锦标赛的前2轮，他们大胜 IMG 学院与 Link Academy 晋级决赛。决赛开场 ，Darren Harris、Patrick Gomba 与 Cooper 这3位未来的杜克兰魔针锋相对，他们3人几乎包办了决赛双方总得分的一半。然而从第2节开始 ，Darren Harris 的命中率骤降，而 Paul the Six 也逐渐招架不住。上半场结束，蒙特沃德已经领先13分。第3节最后 ，Cooper 扇飞 Isaiah Abraham 3分，直冲对面的篮筐，双手暴扣，让蒙特沃德的领先来到了14分。
在那之后 Pod 6再也没有迫近过比分。全场比赛 Cooper 9投6中得到16分，而与此同时 Cooper 用8个篮板6次盖帽震慑住了 Pod 6的队员们。在他的身边，奎因得到19分6个篮板4次助攻，压制住了对面的 Gamba。奎因、纽维尔与 Cooper 的组合统治了内线，蒙特沃德的内线得分以30比14领先，2次进攻得分则以14比5领先。整场比赛，蒙特沃德的命中率高达60%，三分命中率高达45%，而球队的替补 Curtis Givens 11投7中，三分球9投6中，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成为了蒙特沃德最大的骑兵。79比63，蒙特沃德毫无悬念地赢得比赛。时隔2年，他们再次赢得全国冠军。对于 Cooper 与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意味着一切。在上赛季被黑八之后，这个赛季的每一天，他们的心中都想着卷土重来，而如今就是属于他们的救赎时刻。主教练 Kevin Boyle 将最高的赞美送给了球队中的孩子们。为了球队的胜利与最终的这场救赎，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个人数据。这位极其严厉的高中名帅甚至不需要严格的要求他们，因为他们会用最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这是蒙特沃德的历史第7座全国冠军。整个2023至2024赛季，蒙特沃德33战全胜，完成不败赛季。这也让他们被放进了史上最强高中校队的讨论。短短1年之后，这支球队会有4人在 NBA 选秀首轮被 NBA 球队选中，这追平了他们在2021年的记录。他们似乎是 Kevin Boyle 教练心中最好的一届学生，也几乎是他的蒙特沃德的最后一届学生。这个赛季结束之后1年， Kevin Boyle 宣布离开蒙特沃德，前往俄亥俄州的 Spire Academy， 这是后话了。2024年4月 Cooper 从高中毕业。2023年的跳级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参加2024年 PGM U17 组别的比赛，这很遗憾。但是对于 Cooper 来说，似乎也并没有特别遗憾，因为他直接入选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美国国家队的选拔队，前往拉斯维加斯参加美国队的迷你训练营。在训练赛中，他在安东尼戴维斯的头顶投中3分，他在朱霍勒迪的头顶转身跳投。在这个训练营中，勒布朗詹姆斯在球场上了解了 Cooper。I personally think that he wants to be great. You know, he had a hell of a year at Duke. A guy that can do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on the floor, can play with the ball, can play without the ball. His jump shot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get better. Super athletic, quick second jump. He was on the development team, on the select team we call him. Yeah, and he played extremely well, man. 在2024年美国国家队的阵容中，有6人都来自曾经的选拔队。在2013年斯马特与麦克德莫特之后 ，Cooper 是第一位参加美国队迷你训练营的大学生。而此时 Cooper 还不到18岁，他比美国队最小的球员安东尼·阿德华兹还要小5岁。他的大一甚至还没有开始。在接下来的大1赛季，他会成为一名杜克蓝魔。在此前的高中和之后的 NBA 生涯中 ，Cooper 一直穿着着母亲 Kelly 曾经穿着的32号球衣，同时这也是杜克的图腾克里斯蒂安·莱特纳的球衣号码。但是接下来他会穿上杜克大学的2号球衣。这次他选择2号，是因为自己在 Nokomis 的队友，他的好朋友 Donovan Kurt 因为患上脑癌。2022年 Donovan Kurt 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接下来 Cooper 会穿上他的号码征战 NCAA。Never put an age limit on your dream， 永远不要给你的梦想加上年龄限制。这句话是库珀·弗拉格的信条。从缅因小镇走向全美，成为全美第一。在18岁之前 ，Cooper 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早、更快地实现了所有能实现的目标。在 NCAA 的舞台上 ，Cooper 能不能创造奇迹？他能不能走上通往 NBA 的捷径？就让我们下一章再见吧。